音聞こえたら絶対攻撃開始。分かったか？はい。行くぞ！就是3把子弹打死几步都不够，让我多慢点！小伙子，干什么你？哪里？别抢子弹！快点回来，别去了，回来！小伙子，哎，哪来？我哪里知道了？小伙子，哪来？快过来！掩护我！弟兄们，给我！快回来！小伙子。哈哈，团长，你听见没有？枪声，战斗没有结束，陈大来还跟鬼子拼呢，全速前进！参谋长，你看，陈大雷像磁铁一样，把敌人吸引在状口了。咱们正好来个反包围，打小鬼这个歼灭战。对，只要陈大雷他们枪声不止，鬼子完全不会顾及到身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战绩对于我们来说太有利了。大雷他们快不行了，10分钟之内战斗必须打响。是，10分钟之内战斗必须打响。团长，好，挨个传令下去。这场战斗不讲究任何打法，接敌之后发挥最大火力，每个人我冲锋，给我突击，越猛越好。是。
全部推到院子里！よし、こっちで行け！哎哎，鬼子把我们包饺子了吗？你们挺牛逼，把鬼子包饺子了！冲出去，上他们！老刘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他怎么就知道我被围了呢？完全に囲まれました。分かった。我々を撃たなってみろ。貴様！で、全滅主義です。全滅してしまいます。頑張れ！行け！隊長、中ないと手遅れになります。隊長、この中にシャオマリを中にいます。じゃあ、全滅だ。このルーシだろ、見つけろ。分かってか、お前。あいつ上げつけるんだ。入ってこい。It's the
行吧。好的吧，好了，快来，你来。好好看一看这边地形。正看着呢。你这不光要看，你要牢记在心里。这说不上哪一天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战场。这高高低低的，这记不住哎。这个熟记地形啊，有3个要领呢。你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方位啊，也就是这个东南西北。这我知道，我现在站这地儿就是面向正东啊，这。哎，对啊。还有呢，你要搞清楚这个地形的核心呢。这核心在哪？这个地形的核心，上去，就是这儿啊，咱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儿的核心。还有啊，你要从这个地形当中，你要看出它的军事价值，你要认准就这一点，这个山形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副总，比如说我这个司令员，我要带一个营啊，我要守这座山，我应该怎么守呢？怎么说？我会把第1道防线安排在那边的那个山坡上啊，因为那里是进可攻，啊退可守。如果是松井联队来守这座山呢，啊，由我来攻它，那我应该怎么攻呢？那我就会判断了，这个松井啊，会把他的山炮阵地就放在那边的那洼地，那个地方最适合于做这个山炮阵地。这个松井的1、2道防线会跟我选择的差不多，会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外袜子机枪多啊。所以他会在山的2侧，每隔10来米，他就会有一个机枪的掩体，然后周围有这个战壕沟通啊。他的指挥所应该就在附近啊。哎，看见没有？那个岩石，看见那个岩石没有？他的指挥所就会在那个岩石的后面。总的说来，这个松井这个攻势啊，会十分坚固，但是它有弱点。是什么肉？啊，就那边看。对了，那片松林就适合我隐蔽和出击，那就是他的弱点。但是呢，松井肯定会在战斗前把那片松林全部都砍干净，以便扫清射界。扫清射界。有了，我会从正面仰攻，从鬼子的侧翼偷袭他，这样就能取胜。司令，你太厉害了，真厉害！如果让你在这选一你的射击位置，你看看安在哪儿最合适？那儿高，哪儿那站那高，那站得高看远，那鬼子来那打的好打，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那你也被鬼子一枪一个了。你以为你能看清人家，人家看不清你啊？他一样看，把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能在那。你应该选在那个山坡的下沿，啊，它既可以隐蔽，它射界也开阔，啊。还有，预先啊要选择好几个射击位置。你知道为啥？因为你这枪法准呐，你这一枪当当当的，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的，这鬼子发现你之后你就惨了，所有的机枪山炮一下子就把你盖住了，你逃都逃不了。所以你要再打几枪，你马上就得转移，换到下一个射击位置。如果你弹药充足的话，你可以预先呢，在你选好这个射击位置上多放一些子弹呐、手榴弹呐，这样你到另一个位置，
拿起枪中弹就可以射击。啊，懂了吗？明白点。明白的。司令员，出来。司令员，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不要难过，也不要闷在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说出去就好了。司令员，我也憋炸了。你敌人那边来了高手，他把班长打死，没用。以后没用这两个字不要说，让他烂在肚子里。你只要知道，鬼子有个高手就行了。要好好总结经验，不能让班长白死。你们这次遭到敌人的伏击，第一是因为你经验不足，常打伏击的人被别人伏击；第二就是突然出现意外情况，你只顾着救喷那个孩子，没有冷静应对，把自己逼到了绝境。你要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经过都好好琢磨一遍，所有的细节啊，都好好想想。因为越是不显眼的地方，越暗藏杀机。你琢磨清楚了，琢磨透了，你琢磨敌人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日后才能战胜，知道吗？刚才我一直在琢磨了。那在山坡上听到小孩哭声，那屋前还着着火呢。我和班长摸进那院中，我一进那院子就感觉不对劲儿，火好像是刚点着似的，那柴火也没怎么烧起来，还冒着烟儿，这说明是鬼子刚刚走。我想那八成他们是在不远的地方伏击我们呢。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接着分析。班长去救那小孩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这是个圈套，可是我没来及给班长说，班长他就……那敌人那个高手枪法可准了，而且还挺冷静。而且下的枪手太狠了，当时那位置要是对他有利，那对我就是绝境。二磊，你一定能战胜那个敌人。你一定能消灭他。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他还不了解你，你现在了解他了，你肯定能战胜他。我一定灭了这个鬼子。好，有这个信心就对了吗？啊？看那儿着火了，好像是小河沿仓库，快点司令报告去，快！新四军，肯定是新四军干的。老李啊，你赶紧给我看看，还剩下什么没有啊？不对啊，司令啊，他们在烧仓库之前，把仓库已经搬空了。啊？你看看啊，堆在那边的布料都不见了。如果全部烧了，总有灰烬吧？我看不是新四军，是游击队啊。可他们要布料干什么呀？啊？哦，有人要给新四军做军装。老李啊，你给我严密监视周围几个乡镇的情况。好，发现可疑的情况，立刻向我报告。是。不过司令啊，你看那些布料是不是游击队已经送到新四军那里去了？
倒也是。同志们，在我们前方山坡下面有一个小鬼子，他狡猾的很呐，他猫在那个山坡下面就露出来一个头，而且他现在开始很强的运动。准备，开始。慢点吧。猛点！哪说猛的？居然你给我猛一个看一下，这是陈二雷同志艰苦训练练出来的，晓不晓得？同志们啊，这下一枪就更难喽。对面的山坡上啊，有鬼子正在冲锋下来，他的速度更快，更难掌握。准备。开始！大家说，打得好吗？好。哎，同志啊，你为什么枪打的是这么准？为什么枪枪都弹无虚发？为什么在鬼子跑动当中、运动当中啊，你还可以一枪致命呢？没什么劲啊，我瞄准开枪就行。我看你呀，不要太谦虚，不要太谦虚啊！你看你现在经验非常的多啊，你多的人你自己都不晓得怎么讲，是，是不是？我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你想想看啊，你这个开枪的时候是怎么瞄准的？怎么把握这个射击的时机的啊？怎么让运动中的鬼子一枪就放倒？我就，反正我觉得打这个罐子比打仗子要容易得多了。什么叫打仗子啊？我小时候跟我爹打猎，那个仗子不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打，但是一蹦就跟闪电似的。我就喜欢打着飞跑的仗子，刚开始我也打不准，后来打多了摸着门道，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我现在是叫你打鬼子，不是叫你想打仗子噻，真是个呆瓜。哎，营长，关于二雷同志射击经验，你问我吧，我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是啊，营长，你问翰林吧，我的经验都在翰林肚子里呢。哎呦呵，翰林呐，你是从哪里出来的呀？你开过枪没有啊？你打死过鬼子没有啊？报告营长，我枪打得不怎么样，我一个鬼子也没打死过。就是说嘛，一个鬼子都没有打死过啊！那你给我吹什么牛皮啊？报告营长，我虽然一个鬼子没打死，可是我可以教大家学文化呀。我们6分区所有的战斗总结，那都是我写的。你换个人能写吗？还有小黄庄战斗，那是我亲自赴险诱敌，所以你们打死的每一个鬼子，那都有我一份功劳，对不对？是。哎呀，我说翰林呐，我真是没有看出来呀。哎，你这个脸皮啊，比那个城墙还厚，你害不害臊啊？给我安静，安静！你看，这就是战友们的心声。那你讲啊，你把这个二雷的这个射击的经验呢，跟大家讲一下。好嘞，是，跟他们讲。其实吧，二雷，告诉他。二雷的射击经验，说难也不难，但是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样吧，等我总结出来以后再通报大家吧。啊。听着。休息。发雷枪。你看这蚊子，我的枪法就是每天我让瞄这个蚊子，就这么练出来的。哟，真的啊，真的是个蚊子。连长，啊，通知所有的战士，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看蚊子。从那天起，每个战士的床头上都吊着一个死蚊子，大家伙每天睡觉前都盯着看。至于效果，确实管用，每个人的射击水平都提高了不老少呢。
鬼子上山的时候要瞄目标的头，鬼子下山的时候呢，就要瞄他的脚，因为这个目标向上移动，当子弹出膛，当击中目标的时候，它正好向上运动1尺，好，击中的正好是胸膛。鬼子下山的时候为什么要瞄脚呢？因为下山的时候目标向下运动，你瞄的虽然是脚，但是击中目标的时候，它已经向下移动了好几尺，这样击中的也是胸膛。哈林，你说的太好了，一点都对。啊！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啊！枪都不会拿，想起射击来一套一套的。鬼子上山，瞄弹头；鬼子下山，瞄弹脚；鬼子跑动，鬼子站位；鬼子跑着，瞄弹活动；鬼子跑动，哎呦喂，打到你家了！哎呦喂，打个包子！哎，哈林，指挥员回来了，你看。你看。什么东西呀？是打算看看吗？来，浩然，到，前面一条干部到司令部开会。是。弹，全是弹。司令员，这哪能这么多子弹？大司令呢？这子弹被打上够了。你们上午搞训练了？啊？所以说，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军区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6分区，说明对我们6分区的信任，说明我们6分区迅速壮大了。过去啊，顽固派总蹲在后方，老骂我们有耳不及。这次老子一定打出样子给国民党军瞧瞧，究竟谁在抗战前线和日军殊死奋战。明天我就到55师去了，跟他们那个师长李欢商量战役方案。三连长，你就领着大家更新装备，补充弹药，特别要熟悉那个山炮，因为你多年不摸了，别手生了。第二一点，抓紧开展训练，尤其是近战、夜战。我4、5天就回来了。我派一个排跟你去。我们3派去。行了，你们都在家搞训练吧，我自己去就行。这怎么自己去就行呢？6分区陈大雷、陈司令是不是哪个不晓得？去没得派头啊？叫他司令员，都得几个人吧？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这样吧，叫陈二雷跟我去，他枪法准。还有沿途会经过一些地方，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战场。我带着他，可以预先熟悉一下地形。带一个人去太少了吧？就是啊，这一个人去不安全。过去关羽赴鸿门宴就只带了个周仓吗？我不带卫士，表示对国民党军的信任。人家是友军吗？哈哈，就按我刚才说的，分头行动吧。快准备准备。散了。通知各排集合。什么时候走啊？明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二雷走了。干什么呢？去通报你们李欢师长，新四军6分区陈大雷走亲戚来了。稍等一下。美式装备。啊？精神点，少说话，要处处体现新四军的尊严。知道。这位首长，枪一定要卸下，这4人们的规矩。扯淡！生不卸甲，死不交枪，这是当兵的规矩。
哎，这位兄弟，马一定要留在外面。扯淡，这是赤狐，比赤兔还厉害呢。走。陈司令，啊，哎呀，你终于来了，兄弟，我是望眼欲穿呐。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3天之内准到，来早了不好。对对对，啊，陈司令，你的大名我早是如雷贯耳了。今天你能来，我们是3生有幸，蓬荜生辉啊！我也早听说，这个55师是美军顾问训练出来的这个国军精英部队啊，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啊。这理事长更是军中骄子，前途无量啊！哎，过奖了，过奖了。来，里边请吧。行，行。哎呦，总理遗训。哎呦，这地方不错啊！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哎，你看那个，你看他那个精神气，啊，那股气都要冒出来了。你看，陈司令，请坐吧。来坐。此次联合作战的战役目标是出击津浦线，攻取淮阴城。战役分为3个步骤渐次展开。第一步骤，以我军之一部深入敌府，突然攻取南阳、无锡2镇。此处为华中日军的军需资重屯聚之地，一旦有危，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必全力驰援。其主力松井联队必出淮阴，沿津浦线西进。第二步骤，我军主力伏于长马集、高沟一带，伏击西进的日军援军。在重创敌主力之后，与我军去南阳的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合围，并在5天内歼灭之。第三步骤，在歼灭日军主力之后，我军主力挥师东进，一鼓作气抵达淮阴城。预计工程将在战役发起后的第9天展开，用时3天。下面我再渐次解说我军与友军的任务分工以及每一作战步骤的详细计划。联合作战预案介绍完毕，请2位长官指示。好。哦，真是好。是不是应该鼓掌啊？啊！陈司令，这份作战预案只是抛砖引玉，有什么不足之处，还希望陈司令能够多多指教。不是指教不敢当，这个内容很丰富，我就跟吞了一整条猪腿似的，我都得消化一下吧。陈司令，请。我不用杆。说实话哈，就是这个地图上的每一个山坡、河流，还有这个村镇、田野，我都去过，就是我闭着眼睛我都能摸得着，包括这座淮阴城。这贵军这个作战预案好得很，好就好在它像是在做梦。怎么说呢？梦里跑出了千万里，醒来仍然在床上。比如，贵军这个作战预案对这个敌情、对战场的掌控方面有几个小疏忽，我能否纠正一下？请。第一，松井联队的主力并不驻扎在淮阴城，而是驻于这个长马集。
淮阴城里是他连队的司令部，他是囤积一些粮草辎重啊，还有少量的作战部队。而贵军的这幅作战图，也要把主力埋伏在这个长马街和这高沟一带，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请问怎么个伏法？难道这个国军和日军两家子要一起趴在这个战壕里，挤在一条热炕上？第二，这个松井联队啊，它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不堪一击，它的那个战斗力在华中日军当中几乎算是最强的。证据是，他们这个士官呢占了这个骑部的1/3左右，这些士官几乎都在这个华中战场上都待过5年以上了。还有，松井联队配属的重火器，比其他的日军要多1倍。这个第三，日军一旦进入战场，他的进军速度主要有2种：轻装前进，每天能行进80里；骑兵装甲每天要进军的速度大概在200里以上。但是贵军的这幅作战意愿当中，说这个日军的速度估计100里。我不知道这个100里是指步行还是指骑兵装甲。第四，南河大桥，它是进兵枢纽，它很重要。但是它去年就被山洪给冲垮了，至今没有修复，日军不可能从这个桥上通过，它只能从下游的浅滩呢通过。从哪儿呢？就东南20里这个王家沟，因为那里的水深不足1米，不其无碍。第五，南阳镇，它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但是它没有城墙，也没有战壕，可是它有4座很坚固的一个碉楼啊，每座碉楼是高5层，配备4挺机枪2门钢炮，上3层驻日军，下2层驻伪军，大概有30人。它这个火力范围能覆盖这个方圆的10里。战斗一旦打响，日军可能投入的兵力能达到4000人左右。理由是，这4000人都住在这个战区的500里这个距离之内。这个骑兵和装甲2天内就能抵达，要步兵的话得5天之内也能抵达。所以，贵军在这个战役时间上的掌握，这要重新考虑一下。第七，即使这个津浦线伏击成功了，我判断啊，我们也不可能把数千日军5天内歼灭之，因为日军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的装备不次于贵军，他们就依托这个津浦线，机动的速度要比贵军快，所以这个歼灭之只是我们想象的战果。因此，我认为把战役确定为重创就足够了。啊，我得喝点水。哎，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参谋长，重新做一套战备预案。是。这是顾长官给2位的亲笔信。啊，啊，请坐。走。关平平周江报，曹操来到。贵军的意思要和我们联合作战。
两位长官，是不是觉得有点突然啊？啊，李师长，你来三战区几年了1年。哦，那就不奇怪了。从抗战第2年，也就是38年开始，你们就说要跟我们联合作战，我们等6、7年呢，是只见摩擦没见联合呀。哎呀，今天总算见到了顾长官的亲笔信呐，我们不觉得突然，我们呢只是有点小小的希望。请陈司令明说。联合作战，双方合作必须真诚，而不是借日军的手消灭新四军。请两位长官放心，这一次我军完全真诚。刚才我卖唱了啊，现在我再敬各位老大哥一碗酒，都有好。别喝了，刘老。干了，干了，一起干，一起干，干了，干了，我也干，来，喝吧。哎呀，你们5个分区司令员，每个人给我2000发子弹，2箱手榴弹。哎，兄弟们，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那不行。你党委会上，你们一个个苦口婆心的劝我，哎，让我感动的不得了。咱们现在一谈到实际事儿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退缩了。不行，我京剧都唱了，明天啊，把子弹、手榴弹送到军区来。开完会我就扛回去了。不行，听我说啊，就这么定了。道理不行，减半，1000发子弹，1箱手榴弹。减半。来，再敬各位老大哥一杯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哎呀，这就是个鸿门宴呐！我代表6分区所有的战士们，谢谢5个分区的老大哥。好嘴吧，好嘴儿，好嘴儿。好，来倒上，来倒，老大哥给你倒，来。这杯酒我应该给几个大哥倒上。对，来一点啊，听他的。好，来，有。哎，说吧，六子。今天这个党委会上，我是饱受打击，但我一点没事，真的一点没事。但是这会儿，忽然就有点心酸。那小黄庄战斗那天，我6分区刚刚满月，鬼子就来走亲戚来了，然后我把8个班长叫过来，我跟他们说，我说今天是咱们6分区满月，咱们应该喝满月酒，没酒，那就1人1颗烟。那场战斗死了17个战士，其中2个班长。如果当时我要有酒，那2个班长就不会死。这样就，你们陪我敬他们。来。长官部认为，现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军已经是末日将近了，你我双方应该尽释前嫌，准备联合大反攻了。为此，长官部决定近期在江北打一个战役，我军是由我55师担当主力，贵军也请派1个师或1个分区的全部兵力配合国军作战。至于具体的战略部署，
还请贵军派负责干部前来，我们共同商议。至于作战时间嘛，长官部的意见是越快越好。当然了，这要取决于你们的意愿，是不是愿意和我军联合作战。二位长官，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这个嘛，是这样，我们呢一直明确地表态过，那就是真诚。不知道贵军有没有联合作战的真诚？区政委，我刚才说过了，这一次我军完全真诚。是啊，是啊，刚才你也说了，我们也听见了啊。只是类似的话，这么多年，我们也听过不少啊。比如你们蒋委员长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说的就比理事长说的还要透彻呀。看来你们对我军并不是非常信任。也许我们的立场不同，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驱逐日军，光复祖国。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是一致的。好，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就违反一次军纪，将上层的核心机密告诉你们。是的。联合作战是美军顾问团的强烈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军会抽调华东战场的兵力增援太平洋诸岛，这样会大大增加美军的作战伤亡。在华的美军将领多年来一直在质询委员长，为什么在欧洲战场，美军和苏联红军能够联合作战，在中国，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联合作战呢？现在他们逼得更紧了，强烈要求我们务必在近期联合作战，一定要重创华东日军主力，使其不能毁掉兵力，否则，两位长官，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希望二位慎重考虑。好，我们完全相信美国顾问的真诚愿望。我们也我们会把贵军长官部的作战意图，还有理事长你刚才真诚的流露，向新四军总部报告的。我估计3天之内吧，应该会有我们的负责干部前去拜访你。好，司令员，那我们就开门迎客，静候佳音了。好，请，请。沈司令，徐政委，好，请留步。3天哦，我这就回去向长官部汇报。理事长放心，也请顾长官放心，3天内我们的人必到。你们蒋委员长不是说过吗？言必信，信必果。政委啊，我最担心的还是国民党以联合作战为名，借日军的手消灭我们新四军。这种恶事，他们以前不知道干过多少次啊。有这种可能啊，我们还得提高警惕啊。不过我觉得这次可能他们不敢，因为这次联合作战的事儿是美国顾问给逼出来的。顾祝同就会得罪我们新四军，他不敢得罪美国顾问。另外呢，
既然人家提出来联合作战，我们还真得答应。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授人以柄，国民党就会拿这个事儿大做文章。原则上，我同意跟他们联合作战。啊，哎，动兵之前，先派个能干的人前去协商一下，共同拟定作战计划，也好摸清楚他们的底细。对。另外派出去这个人呢，一定就是将来带队参加联合作战的人。对，哎，政委，你说派谁去？您是司令，这事就你来定。派1分区的刘翔去。啊，1分区的部队在各分区当中最强，刘翔呢，战场经验丰富。政委，我这么想，既然是联合作战，那咱们就要派出精兵强将，打出个样，给国民党军瞧一瞧。李欢的55师，那不是号称华中精锐吗？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输给他呀！啊，有道理，司令员呐，我倒有个人选，你考虑一下。好，你说。6分区的陈大雷。6分区。刚组建，人员少，而且装备弱呀。是啊，正因为刚组建，人员少，装备差，打烂了，我们重新建了。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从作战勇敢、战场经验，他们俩堪称为江北双杰，谁也不比谁差。可是陈大雷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满肚子的鬼主意，点子多，铁板都能让他钻个空子。这一点，刘强就稍微差一点。我觉得呀，这次联合作战，表面上是双方合作，可实际操作起来，极有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不但想办法要对付日军，还得想法对付蒋军。所以我认为陈大雷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点子多，从来不吃亏，而且他最善于见机行事。另外呢，6分区毗邻李欢的55师，离一个预定战场呢也比较近，这样他运作起来比较方便，他对那个战场也比较熟悉。至于他们装备差，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他们。好，就叫陈大雷去。哎，不过这事儿他要知道了，肯定要骂你啊！你看谁去说啊？还有谁啊？我呗。陈大雷，到昨天为止，你的6分区有多少部队啊？你正规部队嘛，正规部队嘛，我有个3营，其他的都是民兵游击队来的。那你的2营呢？带剑的。1营呢？带剑的。啊，那这么说，你就这么一个营啊？那干嘛偏把它定为3营啊？这样叫着好听啊。好听？你看我对外，我叫3营，人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还有个1营、2营。要不你这3营哪儿来的？我就把3营搁这儿，别人就看了，说的，哎呀，这个6分区还有一个团的兵力啊。陈大雷啊，你鬼心眼可太多了你。哎，我再问你啊，你这3营有几个连？啊？几个连？我计划是建3个连，但是现在有个3连。我知道了，你这1连和2连也是在建，对吧？不了，我现在正在建设中啊。我临来之前，我已经把2连也拉起个架子了，下个月吧，我就能把1连变出来。司令员呐，我现在只要有枪啊，我就有部队呀。你给我多少支枪，我就建多少部队，而且我保证建起来就能打。小豪庄一战，刘翔说你独吞胜利果实，果然呐，你在忙着扩军呢啊！冤枉呢！
太冤枉了！我给老刘装备了，老刘不要啊。我看未必，啊，这个刚才我给你1根烟抽，你呢就把我整盒烟都装到自个儿兜里了，对不对？那我不要了。那你给我拿着。司令员，你给我补充20支枪。没有。不是，那你不能让我空手回去。那你没有。司令员，老刘他什么装备？我什么装备？你真是亲疏有别，你真把我6分局当老莫了。这小黄庄一仗，我把家底都打空了，我连自己小命差点都丢掉。这6分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司令员。敌伪丸贴着我的前心后背，我这呲泡尿能呲到鬼子炕头上。白天四面受敌，晚上是杀机四伏。即使这样，我说过什么了？我发过牢骚吗？我什么都不缺，就缺装备。陈大雷，我相信你在你的部下面前从来不发牢骚，你所有的牢骚都攒到我这儿来发了。你呀，你是天底下最能发牢骚的人了。你，那我得分跟谁？跟你我是亲近加尊敬。陈大雷，进来。这怎么这么大枪油子味儿？哈，鼻子还挺尖，打开看看。我的妈呀！啊！哎呀呀呀！这哪来这么多装备啊？啊，这延安给的？啊，还是军部啊？司令员呐，你有这么多宝贝，你不给我？哎，你刚才向我要的太少了，我当然没有了。现在我宣布，军区加强给6分区5挺机关枪、4门钢炮，外加10箱手榴弹、20箱子弹。陈大雷，这院子里所有的枪炮弹药都是你的了。真给我了？对，哈，这些宝贝呀，8年了，可想死我了。这是啊，7、8年了。南下江淮后，你就再也没有装备过山炮了。这下好了，我连炮都有了，我能拿下淮阴城。哎，司令员，这装备哪儿来的？第3战区长官送来的，军区全给你了，因为你和你的6分区就要和国民党军联合作战了。哎，这是什么？这跟谁？跟谁？跟国民党军？是，你甚至要听从他们的命令，服从他们的指挥。你要率领6分区所有的部队，协助顾祝同的55师在淮北一带展开一个战役。战役的目标是出击津浦线，攻打淮阴城。具体作战计划，你要亲自到55师师部去，和师长李官详细商谈。我不信任他们。别看他给我们这么多装备啊，那我也不信任他们。这明摆着他们想从我们身上得到更多。没准啊，他们肯定想借日军力量消灭我们呢。是啊，我是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我大半个团都牺牲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对他们，我有着裂肤之痛，痛穿骨髓。但是大雷啊，无论我们怎么不信任他们，都不能拒绝跟他们联合作战，因为日军是我们双方最大的敌人。当前的形势，更需要国共双方在华东地区联合打个大仗，给华东的日军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件事情，总部已经同意了，军区决定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窝囊！只要我自己打鬼子，这好打；跟国民党军一块打不好打。你弄不好，最后谁打谁都分不清了。司令员，我从来没领过这么窝囊的任务。窝囊而有危险。大雷，你记着，执行任务的时候相机应变，绝不能落入他们的拳头，啊！司令员，
如果要不执行这个任务，你是不是就把这装备都不会给我了？我还会给你。干了，我豁出去了。这么窝囊的任务交给我最合适了。放心吧，司令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好。哎，司令员，我把你感动了吧？你一感动就好骂娘。去你的吧！赶紧带上装备回分局，后天你就去拜访李焕。是。